在潮州的网红街牌坊街，你能深深体会到一座活着的古城是什么样子。人们在过往的风貌中演绎现代生活。9点前是牌坊街的通车时间，买完菜的林派正赶着回店。作为潮菜师傅，在外走南闯北10来年的林派，5年前回到潮州。好，精精成型，上面釜山鸡蛋。从叔叔手上接下的这间潮州饭店，是街上唯一的国营老字号。店里的招牌就是各式的潮州小吃。我这个是酥肉，它是半煎半炸的。甜酱油加上一点金桔油，比较甘香清甜，增加这个糯米组成的风味。小馆子、小老板，林派当然要样样精通。果条与牛肉芥蓝的配合，是检验潮菜师傅手艺的最佳菜品，也是时光带不走的潮州人的挚爱。牛肉在煮的过程不能煮得太熟。来喽，上菜啊！这个老店，他专门来找这个店吃的。传统的做法最能吸引老潮州们，但本地的客流并不能缓解林派的经营压力。国庆4、5万，平时1万多，现在几百。在里面做特色小吃。今年反复的零星疫情，让这条平日里游人如织的网红街饱受冲击。有做事一天一下子就过了，没做事呢，一天真的做得比较累。生意清淡，闲下来的林派开始关注孩子的学习。考得不好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向姐姐学习。他比较勤奋。可能长大了也是个人才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一起努力，啊！明天就是国庆假期，突如其来的雨让乐观的林派也不禁焦躁了起来。期待了3个月的人流会出现吗？简单的米食，在潮州如同百样人生，能生出万千变化。米浆倒入小盅，猛火蒸10分钟，洁白如豆腐的米果自然形成凹洞，填上炒制好的菜脯粒，香韧可口的果皮混合着菜脯的咸香味儿，丰富的口感让咸水果成为潮州饭店不可缺少的一味平价小吃。谢谢啊。这一片他家做的咸水果比较地道，比较好吃。来看。街坊四邻的手艺丰富了店里小吃的种类，但店里最有特色的一道米食，林派总是亲自上手。这个米泡了4个小时左右，准备要来磨浆，然后吹热高管。今天是国庆，我们就做多一点。容器先刷一下油，防止这等一下会粘在里面。纯米浆难以蒸熟，挑战厚度必然要增加工序。蒸1层熟了，然后再蒸，大概是6、7层吧。高温蒸煮后，米浆内的淀粉分子软化凝固，呈现出略微透明的质感。表面凝结出一层韧皮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层层叠加。第1层大概要5分钟，第2层就7分钟，到最后厚度比较厚，可能有20分钟。用近2个小时制作完成的糕果，米香浓郁，多层韧皮形成的结构，
让果肉弹韧有力。蚝煎1份，牛肉炒粿条要不要？可以当主食。客人开始进店，林派加快了手速。第一步呢，就先加一点酱油，搞一点颜色，再下那个咖喱粉，这个就把它拌均匀，它等一下煎起来就比较好看。咖喱引入潮菜源自于清末下南洋的风潮。现如今生活富足，潮人不再出海讨生活，但这道具有南洋风味的小吃却在潮州扎下了根。一张就全部淋在上面，把它包住，就多放几次。撒上葱花出锅，淋上浇头，外酥里嫩，鲜香微甜。这样就 OK 了。人流挤满了牌坊街，小店很快爆满。林派享受着客似云来的快乐。来，这个国庆今天的生意呢还算可以，比预计的还好了一点，可以回血。卖的最好是蚝煎100多份吧，炒糕果呢30多份。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，明年肯定会更好啊！疫情一控制好，大家好。在潮之洲，潮水往复。以蚝为生的蚝乡景州，有着长达10多公里的海岸线，近海处虾塘密布，给海湾的浮游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。平均5米的水深，利于固定蚝排，让这里成了一片绝佳的生蚝养殖场。11月，景州湾养殖的生蚝正处于育肥的关键期。最近雨水偏多，林朝伟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我现在切了一半，切了50%。对，就是那个钓得太浅了，水太大，想让它肥得更快，因为藻类它一般都是在上面的比较多，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把它在上面一点点，这藻类比较丰富。欲速则不达，林朝伟本想在育肥期为生蚝提供充足的食物，让蚝能够迅速长大长肥。但最近频繁的降雨，让近海湾处的海水迅速稀释，海水盐分急剧变淡，让近海湾处这10几个蚝排的生蚝面临灭顶之灾。抢救这批生蚝的唯一方式，就是赶紧把它们转到更适宜生长的环境中。要把它那个钓到深一点的水层，2米深，盐度才会够。都是拿钱买经验。清掉死蚝，重新调养，工人们迅速进行着分笼作业。摆得整齐的话，它生长出来的蚝形也就比较整齐，比较漂亮。林朝伟养殖的生蚝学名叫做三倍体牡蛎，是林朝伟在3年前为了开拓全国市场精心选定的品种。三倍体个头大，生长速度快，比较容易保存。随着那个物流的发达，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可以达得到，所以它这个市场的空间会越来越大。等你养到100万斤的时候，你的海域要很大，每一块海域它的调养的方式都不一样。转移完这批近海的生蚝，林朝伟马不停蹄，继续巡查另外100余个蚝排，持续监控调整，让生蚝长得个大肉肥，是年末收益的保证。每年这段时间就是长芽最快的季节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芽是刚长出来的，因为它那个海水凉下来的时候，这个生蚝就开始长芽。这个才8天，就长差不多有个指甲盖那么大。然后它里面的肉肥度一上来，它也跟着这个壳往外扩张，就证明我们这边的水温、盐度比较适应。三倍体牡蛎富含糖原、氨基酸，有海洋牛奶的美誉，是具有食补作用的海洋珍品，在国内的宵夜市场备受追捧。林朝伟精心管理的这150个蚝排，即将迎来行情最好的年尾出货季。
这里都是养了很长时间的了，像这么一大个，要10来块钱，过10来天，它肥度会更好一点。至少一斤在市面上现在好几块钱了，今天大概出个3、5千斤，供不应求啊！主要是人家订货，我们现在还不卖。今天的意气风发，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努力。3年来，他跑遍了全国的海产市场，就这样收获了全国各地的客户。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易肥的，它这个地方肥得快。我们原产地出货价就这个，到了市面上可能就不止5两以上，可能15块钱左右了。你差不了多少啊？现在的生意就是这样子，也就这一点利润。广西的客户远道而来，林朝伟最引以为傲的3倍体牡蛎，怎么聊都不嫌多。都是刚刚在长芽，里面肥不？肥啊，看了就想吃了。肥度还算可以，这边的小苗长势也挺快的。再小的到那个大话的要2语投机，意犹未尽。林朝伟带着客户驶向锦州养殖历史最悠久的一片蚝场。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养殖场的那个海蛎，它也是好的一类是吧？对。割2串，我们晚上回去品尝一下也行。基本上我们近海都是养这些。这种蚝的话，就是我们做的蚝仔煎。你们那边应该拿去煲汤的比较多吧？福州比较多。这片蚝场出产的是锦州产量最大的太平洋牡蛎。它在当地有一种特殊的养殖手法，将牡蛎挂在海面固定的高度，退潮时，牡蛎会有几个小时晒到阳光。这种经历过日晒的蚝，壳体坚硬，肉质更加紧实。太平洋牡蛎采摘几个小时后，就会出现在锦州的横街窄巷里，有近万人参与开蚝的工作。锦州人开蚝技术娴熟，这种特殊的手工技能，即使在机械横行的现在，依旧无法取代。太平洋牡蛎煮熟后，紧实圆润，黑而白肚，状似珍珠。它有个让人熟悉的名字——珠蚝。天色渐晚，蚝排上的小厨房里热气腾腾。滚熟的粥底加入猪肉、鲜油，起锅前下入刚取的猪蚝，海鲜丰富的氨基酸充分释放，鲜也就在这碗粥里尽情绽放。3倍体牡蛎则直接上炭火炙烤。海洋里最柔嫩的佳肴，在岩石般坚硬的壳体里沸腾。肥美嫩白的蚝肉，点上蒜蓉，加入辣椒酱，简单而不失原味。丰腴的蚝肉裹上芡汁，入油锅炸至金黄色，外酥里嫩，又是一道让人不能自拔的美味。啊，这是炸蚝啊！收脆的啊！沾点这个汁，炸这个汁，它汁。同享美食是人与人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。在林朝伟看来，海鲜最能带来味蕾的满足。在这片海域，只要肯干，就一定会有回报。好吃，多水点啊，多水点。在韩公宴的菜式中，炭烧响螺当属其中最具怀旧色彩的。深海出产的响螺无法人工饲养，5到8年才能长成一个1斤半重的响螺，制作过程也颇费功夫。花雕酒加入响螺加热，在柔和的炭火中，螺肉收缩，将附着在螺肉里的粘液和杂质清洗出来。加入烧汁，文火烧制，不断转动，好让外壳均匀受热，以免烧焦爆裂。等到烧汁被螺肉渐渐吸收，响螺才算烧制完成。片螺肉时，将螺肉上的老硬肉质尽数切去，只
只留螺肉中的精华。这时的螺肉细腻白嫩，鲜美脆滑。潮菜烹饪以海鲜见长，本港的七彩大龙虾，去除外壳和筋膜，只取中间晶莹饱满的肉身，在高汤中煨熟。有些炒菜看似清淡素雅，功夫全在背后。为了不破坏虾肉纤维，放凉后得用手撕成小块，才能体会到龙虾最鲜甜弹牙的口感。韩愈诗中提到的生蚝，厨师选用了传统小吃蚝烙呈现。潮汕地区在古代曾经是最大的蔗糖产区，造成了潮汕人嗜甜的饮食习惯。反沙芋头是潮菜的代表甜品之一，糖裹在芋头表面，犹如铺上一层雪花。有中国最高端菜系之称的潮州菜上溯汉唐，时至今日，潮州菜已经成为独具潮文化特色的中国名菜之一。一桌韩宫宴，从菜品、烹制方式到摆盘，都是潮菜文化底蕴与潮菜师傅高超烹饪技艺的呈现。今天，张生请来了潮州文史活字典曾楚南老师，对调整后的菜式进行品鉴。正是一直研究韩愈诗词的曾老师，最早提议将韩愈的诗句融入美食，才有了韩宫宴的诞生。而对张生来说，对潮菜的研究不会止于复原韩宫宴，把潮菜宴席推向全国，让更多人认识潮菜文化，才是他们努力的方向。